如果你有压抑和委屈无法诉说，今天3分钟的心灵之旅，让你连接潜意识，释放掉所有的情绪，通过深度的潜意识连接，去释放掉你内心当中的压抑和委屈。在开始前，只有一个注意事项，你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，让自己处于放松且专注的状态。如果你感觉到紧张或者抗拒，我的建议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次进行。我会一直给你勇气和鼓励，先点赞后体验，养成好习惯，开始真正的心灵之旅。请你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，躺下或者坐下都可以。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。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双眼之间，眉心处正在缓缓地放松。放松的感觉进入到你的脸颊和五官，你的眉头逐渐地舒展，五官和脸颊放松了下来，你的颈椎和肩膀随之放松，越来越轻松。放松你的后背和你背部的肌肉，放松你的腰椎和尾椎，放松你的小腹，放松你的双臂和双手，放松你的双腿和双脚，从头到脚，放松每一寸肌肤，每一根神经，每一个细胞。你已经主动让自己进入到最放松的状态，呼吸越来越平稳。你会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在你的面前有一条旋转向下的楼梯，每旋转一圈就会向下一层。楼梯很坚固，很安全。我会从1数到5，每数一个数，你会沿着楼梯向下走，越来越放松，进入到越深的潜意识当中。当我数到5，你会进入到最底层的房间中。在这里，有一个最懂你的人正在等待着你。1，越来越放松。2，越来越深的潜意识连接。3，越走越轻松。4，放松身体和头脑。5，你已经进入到房间中，最懂你的人正在这里。现在请你面对着他，将你内心中所有的委屈和压抑全部告诉他。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在这个房间里尽情地流泪。当我数到3，你会离开这个房间，回到现实中来，依旧保持最放松的状态。1、2、3。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，积福不容易，拜福一瞬尽。有人问禅师什么是修行，禅师回答：饥来吃饭，困来睡觉。人生在世，行走坐卧睡都是修行。虽然吃饭睡觉看似简单，但总有人食不知味，有人睡不安稳。如此一来，又怎能做好其他的事呢？人的一生有1/3的时间在睡觉。俗话说，宁可食无肉，不可睡无寐。吃人参不如睡5更，可见睡眠的重要性。但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睡，想要睡好觉，就千万不能带着这些东西一起入睡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早睡早起一起掌握睡觉秘诀。1、不要带着怒气入睡，隔夜气损睡眠，伤大脑。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带着隔夜气睡觉，以为睡醒心情会好点，到第2天不仅气没消，反而怒气值翻倍了。中医认为，喜怒忧思悲恐惊，
是人体对外界环境的生理反应，一般不会直接致人生病，但如果停止活动剧烈过度，并持久不得平静，那就必然影响脏腑气血功能。常生气是百病之源，生气主要危害在肝，肝主疏泄，喜调达而恶抑郁。愤怒时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，肝气郁结，人体内部气机就会壅闭阻塞，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火上炎，表现出目赤肿、痛口、苦口干、烦躁易怒。如果生气时入睡，则会导致肝血不足、肝气有余，长此以往，气血运行错乱，可导致睡眠失调，出现失眠。怒如猛虎，预示深渊，心怀怒气，或许怨恨的是别人，但伤害的永远是自己。尤其是入睡前，更容易胡思乱想，把问题复杂化，越想越气。入睡后，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强化，让你愤怒的画面也会不断在脑中浮现，不只会影响这一晚的睡眠质量，不良情绪也会持续侵袭，造成心灵创伤。对于这种情况，研究人员给出了答案：睡眠会加深负面记忆。如果人的大脑中存在负面记忆，在睡眠期间，这种负面记忆会进一步深化，所以带着气睡觉，醒来时也许更生气。另外，强烈的情感会影响大脑以及对新体验进行编码的海马体，在强烈情感刺激下，人对某些事件的记忆会得到大幅强化。因而永远不要带着怒气上床，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，只有想不开的人。在你生气的时候，慢慢地给自己倒上一杯水，喝一口，放松坐下来，闭眼深深吸气，头向前方弯下来，下巴紧紧抵着胸骨，然后慢慢抬起头，呼气，专注的深而缓慢地呼吸5次，感受吸进呼出的空气的温度变化。这样的呼吸可以让肺泡得到休息。当你遇到不开心的时候，不妨双腿分开，吸气，双手平举。这个姿势可以调节身体状态，让毒素排出体外。睡前要让自己保持心平气和，不要伤害自己，不要急着入睡，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。放下情绪，入睡就是一场修行。睡觉最好的状态，莫过于闲来无事不从容。睡觉东窗日已红，行要混得出色，睡要睡得安宁，如此一生方才圆满。英国哲学家培根就说过，在进行睡眠和运动等时间里，能宽心无虑，满怀高兴，这是长寿的妙理之一。而无论是睡觉还是平时，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怒气。佛家讲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喜欢生气，喜欢发脾气，亦是不治之局。不管当下是顺境还是逆境，能够控制怒火，皆是在给自己种植善因，给自己种下善缘。脾气一定需要懂得去控制，一旦控制不好，往往善缘也会变成恶缘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控制好怒火，切勿让怒火烧掉本该具有的善缘。如何平息怒火？这2句话需谨记。第1句话，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。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这良好的人际关系乃是修行的基础，也可以说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石。但你的怒火，也就嗔恨心，亦是广结善缘的绊脚石。如若脾气不好，
常常喜欢发脾气，这亦会让你难以结下人缘，种下善因。佛说忏悔之害，则破坏善法，坏好名门，今世后世人不喜见。佛用这句话将诚心的害处一语道破，并且告诫众生起嗔心，会让我们出现种种不良征兆，养成诸多坏习性，如因嗔心而丧失理智，口不择言，动作粗暴等等。这些行为无一不是在无形之中伤害了他人，让人避之如恐不及。这种种现象的出现，我们还能结下善缘吗？并不能。第二句话是多嗔众生慈悲观。经中有云：多嗔众生慈悲观，修行修习施修，皆离不开一字。这个字就是修。修行是为了增长我们的福慧，开发我们的慈悲之心。这慈悲之心亦是佛陀给我们用于化解嗔心的一剂良方。在想发脾气之时，怒火爆发之时，想一想自己的种种不舒服，想一想因你发脾气而伤害的他人，这最终辗转难眠的是谁？还是我们自己。正所谓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。反之，如若我们懂得多嗔众生慈悲观，能以慈悲包容对待他人，其心情也会豁然开朗。这收益最大的是谁？亦是我们自己。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，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常挡正觉。所以这学佛修行，如若难生慈悲心，皆会无有所得。慈悲心亦是修行不可或缺的。一样有慈悲心的人，心性柔和，在面对事情之时，会为大众着想，能够放下自我。放下了自我，心量自然也就大了，也就不会烦恼重重。对治嗔心，说难亦难，说不难亦不难。想要改变，想要控制好嗔心，就需常常思维因果之理，思维因嗔心而引起的种种害处。佛教讲常养慈悲心，这慈悲心亦须懂得思维，明白因果之理，日久功深，必定能够降服自己的嗔心，慈悲心也就自然增长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若我们的怒气达到顶峰时，不妨来到一个较为安静的地方，平心静气，做10次深呼吸。当你做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。或是在想不通，想要生气时，适当运动可促使脑血循环，改善大脑细胞的氧气和营养供应，延缓中枢神经细胞的衰老，从而提高大脑细胞的工作效率。最为明显的是，轻松的运动能缓和神经肌肉的紧张，实现放松镇静的效果。神经心理学家已证明，肌肉紧张与人的情绪状态有密切关系。愤怒的情绪通常使骨骼肌肉及内脏肌肉同时绷紧，通过运动就能使肌肉在一张一弛的条件下逐渐放松，有利于解除肌肉的紧张状态，减少不良情绪发生的可能性。2. 不要带着遗憾入睡，生命不再朝夕，只在呼吸之间。当无常呼吁留下的舍不得，放不下的遗憾，就是只能被痛苦所牵，在苦海中煎熬。人生在世，别抱着遗憾入睡。在佛教的修行中，我们从教诲中深知，我们应该时刻铭记活在当下，不被过去的错误或未来的忧虑所困扰。这意味着，我们需要将注意力
集中在当前的经历和行为上，而不是被过去的遗憾或未来的担心所缠绕。这一理念强调了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，应以平和专注的心态去应对。通过践行这种修行方式，我们能够更好地舒缓焦虑，并提升自我修养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一位学生准备参加一场重要的考试，如果他过分关注过去的不及格经历，他可能会沮丧且失去自信。同样，如果他过分担心未来的失败，他可能会感到压力重重。然而，如果他能够活在当下，专注于当前的学习和准备，他将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，提高学习效果，从而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。这个原则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适用。一个企业家可能遭遇创业失败，但如果他能够专注于当前的商业机会和改进策略，他就能走出困境，重新获得成功。因此，佛教的这一教导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处理当下的问题，不受过去和未来的困扰。通过专注于眼前的行动和经历，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体验生活，实现内心的平静与和谐。然而，在融入梦乡之前，我们常常被无尽的遗憾和未完成的事情所困扰，这使得我们的夜晚充满焦虑和不安。佛法诲人，不可让这些遗憾和烦恼干扰我们的睡眠，因为睡眠正是身心修复的要紧时光。首先，我们应明晰，生活中遗憾和错误无法避免，每个人都会有过失，人人都有一些悔恨，这是我们成长之路上无法回避的一部分。我们无需因此而过度自责，否则将深陷于自我否定的痛苦境地。其次，我们应学会接受并放下这些遗憾。佛法教导我们，心灵自由的关键在于放下。我们不能任由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忧虑束缚心灵和身心，唯有学会接受事实，释放内心沉重的包袱，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和未来。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和深呼吸练习来帮助自己放松身心，缓解焦虑和压力。在准备入睡前，我们可以尝试深呼吸练习，让身心逐渐从紧绷中回归放松的状态。也可以尝试冥想练习，如专注于自身的呼吸，或观想一个宁静祥和的场景。最后，我们必须明白，睡眠是身心修复的至关重要时刻。如果我们心怀遗憾和忧虑入梦，那么我们的睡眠质量就会受到影响，身心也无法得到充分的休养。因此，尽量在睡前净化思绪，使自己进入平静与放松之境，是极为重要的。佛法告诉我们，睡前不要携带遗憾，我们需学会接纳和排解过去的遗憾，通过冥想和深呼吸练习来重塑身心平衡，提升睡眠品质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所带来的挑战，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老人为人节俭，他得到一箱梨，总会先挑烂的吃，结果陆陆续续都有梨会烂，而老人也始终吃到的都是烂梨。原本好好的一箱梨，最终只能吃烂的。生活中，有多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类似经历？昂贵的衣服总想留到重要的场合，于是留着留着就过时了；精致的食物总想放到最后再吃，于是放着放着就过期了；在乎的人
总想着来日方长，于是等着等着就散了。有多少时光还来不及善待，就留下了遗憾。往后余生，此时此刻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瞬间。不曾起舞的日子，就是对生命的辜负。想到了就去做，有爱珍惜，爱每一天，努力的去做自己，充实的过好这一天。不要因为现在一些小的无关紧要的琐事影响未来的生活。做好现在，问心无愧，也不会怪罪于当初的选择，最后才不留遗憾。3，不要带着烦恼入睡。带着烦恼入睡，人生只会越走越难。楞严经告诉我们，烦恼都是客人，叫客尘烦恼。世上所有的烦恼，都是因为你愿意留它。你若不留它，它自己就走了。你若不肯放下，它就会一直跟着你。过去有个人活得很烦恼，于是去请教禅师。他向禅师讲述着自己遇到的种种不幸，希望禅师为自己改变命运。禅师问他：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是像在天空翱翔的鸟，还是在水中遨游的鱼？不等的回答。禅师接着道：世间所有生灵都有自己的使命，你看到的是鸟和鱼的自由，却没有看到他们随时都会成为猎物的不幸。人各有难，生活本就如此。当你学会放下烦恼，在睡前原谅一切，那你的每一个明天都是重生。那人听完后若有所思，从此以后，无论遇到什么烦心事，都会在睡前放下。久而久之，他的心中喜悦越来越多，生活也越来越顺利。人生诸多风雨，不顺都是必经之路，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烦心就烦恼丛生，自怨自艾。当你开始接纳了一切的不如意时，一切就都会变得不一样。法句经有云：千千为敌，一人胜字；未若自胜，为战中上。意思就是说，即使你战胜了1000万个敌人，也比不上战胜自己内心的烦恼。其实这世上谁没有烦恼呢？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有人想通了，而有人想不通。想不通的日子就糟心，想通了日子就顺心。生活怎么过，全看你怎么想。睡前想明白，醒来没烦恼。佛曰：苦非苦，乐非乐，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。心是一切的根源，所有压力与痛苦都在其中，所有苦难与挫折都是道场。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修行，你睡觉是修行，你修行是为修心。人活着不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，不省心思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，不多计较吗？而我们在入睡之前，有4点需要注意。一是要具足正念而睡，从开始睡觉一直到睡着之前，始终要处于意念善法当中。2是要在正直中入眠，尽量不产生一些烦恼。3是光冥想，临睡之前观想释迦牟尼佛或阿弥陀佛等佛菩萨发光照亮自己的周围，在这样的境界中入睡。4是早起想，我们睡觉前不要想明天是星期天，睡到下午3点也没关系。如果真的这样想，很有可能一直睡下去了。假如在临睡前想，明天应该早一点起来，心的力量不可思议，一定可以早起的。以上讲了正思想、正念想、光冥想、早起想，具足这4种想而入眠，
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很有必要。另外，堪布根或仁波切在讲义中，将华智仁波切与麦彭仁波切的教言归纳为一种窍诀，即把一天的生活当作一生来观修，也就是早上观想自己刚刚的人生是孩童时代，中午观想自己为中年人，下午观想为老年人，晚上观想开始生病，接近死亡，入睡时观为离开人世，做梦观为中阴阶段，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观想为下一世。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因为这样观修无常之心即能生起。假如一天相当于一生，那看你一生中修了菩提心没有。如果早上的孩童时代，中午的壮年时代，下午的老年时代都没有修菩提心，那一辈子就浪费了，临死之前根本没有把握。所以这种观想非常有必要。如果在清净的善念中入眠，生活也会很快乐。龙蟒菩萨在《宝鬘论》中说，安乐中入睡，也会在安乐中醒来，心底安乐，梦境也安乐。我们修行人平时什么事情都想得开，什么事情都看得淡，始终处于快乐的心情中，行住坐卧也都是快乐。但世间人并非如此，因为有了烦恼，白天心里不快乐，临睡前也有说不出的痛苦，在痛苦中入睡的话，做梦也肯定是噩梦，醒过来后又不快乐，整个人生与痛苦形影相随。这就是非修行人与修行人之间的差别，是此身如无物，或如糖如雨水，先融化大脚趾，然后是其他脚趾，接着脚小腿大腿逐渐融化，最后化为乌有，自然睡着。这是道一入睡时的理想精神状态。很多时候，失眠源于入睡时有挥之不去的杂念，此时不要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以免耗神，更难入睡。最好的办法是起坐一会后再睡。实际上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要想在晚上11点前入眠，早早的上床酝酿情绪也很关键，以便给心神一段慢慢沉静下来的时间。先睡心后睡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还是不行，可以尝试在睡觉前简单的压腿，然后在床上自然盘坐或者加趺坐，两手重叠放于腿上，自然呼吸，感觉全身毛孔随呼吸一张一合。若能流泪打哈欠，效果最佳。到了想睡觉时，倒下便睡。而在环境上睡觉时，注意睡觉关窗，不能开风扇和空调，否则容易损伤气血。所以说，晚上睡觉不开窗，不开空调，不开风扇，连房门也关上，效果最好。如果热，就把房门打开，窗户关上。虽然效果差了一点，但是不至于第二天早上起来浑身乏力，后背僵硬。在饮食上，晚上不能暴饮暴食，否则肚子胀鼓鼓的，翻来覆去也睡不着，既影响胃的功能，也降低睡眠质量，得不偿失。睡觉时四肢要暖，四肢不暖肯定是肾阳不足，应该在睡觉之前把手脚捂暖，尤其是手脚肚脐和背后的命门都要盖好。这里教肾阳虚的人，一个好方法就是睡觉时穿上棉袜子，并戴上手套睡觉。刚开始可能不太习惯，慢慢就好了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效果会非常明显。人生所求是，无非就是过得安稳，睡得踏实。每个人每天辛苦奋斗，
最幸福的便是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然后自然醒来。好的睡眠是让我疏解疲乏的最佳手段，更是一种身体健康的养生方式。莎士比亚曾说，一切有生之物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，所以每个人拥有好的睡眠，才能有好的精神头，才能集中应付一天的各种工作和麻烦。但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常常带着各种思绪入睡，好好睡一觉反而成为人们最奢侈的要求。所以说，想要睡好觉，就千万不能带着怒气、遗憾和烦恼一起入睡。入睡前将所有不好的垃圾情绪都丢掉，为每天新的希望和重生做好新的准备。人人都希望自己这一辈子能拥有好的运气，远离灾祸和意外，即使不求大富大贵，也能过得平顺安康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有的人会接触风水、吉祥物的力量来调运，有的人会通过布施、放生、忏悔等方式来为自己消灾解惑、积累福报，有的人会通过儒释道的修行来为自己积攒福慧资粮。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改运秘密，那就是通过睡觉来改善自己的运气。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身边那些有所成就的人，就会发现他们的举止往往沉稳内敛，说话不急不缓，处境不变，举止从容，心态平静而淡然，给人一种气闲神定的感觉。相反，那些生活困顿、运气波折起伏、挫折很多的人，大都急躁、气短易怒，而且表情局促紧张。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当某人出意外或灾祸临身时，都会提前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状态，要么心神不定、烦躁不安，要么内心焦虑、举止失措。其实正是这种慌乱烦躁的情绪，把这个人引向了灾难。一个人要想远离灾祸意外，生活平顺，获得好运，一定要随时让自己处在一种很安静、很祥和的状态下。当人处在一种从容不迫、气闲神定的状态时，就会有护法神来保护。因为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，才不会产生过强的欲望，不会被贪嗔痴慢疑这五毒所侵扰。在护法神的护佑下，各种的邪魔就干扰或影响不到我们了。反过来说，当人总是处在不安定与慌乱、烦躁的情绪下时，各种的邪魔就会来诱导你，很多失去理智或者恍恍惚惚的做事，轻则伤财，重则伤身。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长期处于众神欢喜、捉摸不清的状态呢？除了白天的修行以外，也不要放弃晚上睡觉后的绝佳改运机会。今天我就来揭示一个通过睡眠改运的秘诀。人一天要睡8小时，人生有1/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。利于睡眠来改运，即通过长期的训练，让你在睡着以后也保持一种气清神定的状态，而且简单易行。想想看，如果放弃了睡觉时的修行，那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入睡呢？要记住，入睡时要保持全身放松。放松的第一步是活肩，让整个肩都松活沉下来，不要耸肩。第二步是松背，让背部也保持放松的状态。第三步是把心放空。做到这3步，人才能让全身处在一个空灵的状态。下时间上，一段时间后，
你就会发现，睡眠时你就不会总翻身，而且入睡快，睡眠质量也大步提高。第二天醒来时，你会变得神采奕奕，一天都很容易表现出那种气息、神经的状态。其次是要吉祥卧。什么是吉祥卧呢？吉祥卧就是身体向右面侧卧，两腿合拢微微弯曲，左手轻放在左大腿外侧上。现代医学也证明，吉祥卧对身体大有好处，不但可以减轻心脏负担，有利于排泄，而且还有利于胃肠道内容物的顺利运行，促进消化吸收等等。其他诸如趴着睡、蜷着睡、仰头而睡、全身侧卧而睡等睡姿，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最后也是大家很容易忽视的一点，就是自己的面部状态。要知道，很多人在睡觉时，面部容易处于紧张状态。大家可以对着镜子试下这3种方法。当你把嘴唇紧紧闭着时，你的面部肌肉绷得很紧，而且面无表情。当你把嘴唇张开时，面部肌肉也很紧。只有当你的嘴唇似闭非闭时，此时的面部肌肉才是最放松的，而且还会呈现出一种祥和与喜悦。此时在这种状态下，人的心情也很平静安详。因此在睡觉时，要让面部放松的诀窍，就是不能让嘴唇紧紧地闭着，要处在似闭非闭的状态，这样人的面部肌肉才会彻底放松。尝试用以上3点去入睡吧，这样当你慢慢从睡梦中醒来时，就会容易保持一种从容不迫、不急不躁的心境，运气自然而然也会变得越好。掌握了如何入睡的秘诀，那么到底什么时候睡才最能改变自己的运呢？由于人的细胞100天左右更新一次，故古代养生家讲睡眠为养生之首，一夜不睡，百日难补。其实晚上最佳睡觉时间应该是在亥时21至23点至寅时3至5点，也就是在晚上9点睡下，早晨5点起床。亥时三焦经旺，三焦通百脉，此时进入睡眠状态，百脉可休养生息，可使人一生身无大疾。100岁老人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亥时睡寅时起，可惜现代人很少能够做到，所以大街上脸色红润的人越来越少。女性若想长久保持睡颜姣好，男性想要气血旺盛、身强体壮，都应早睡早起。早睡利于情绪的稳定，你的气将更为聚集，气色也更好，眼神也会清澈坚定有力。而早起有助于养肺，顺应太阳的天时，生气人体阳气，使人一天阳气充足。否则就好像发动机过了这段好时机，就很难发动人体阳气。人体阳气淤积在人体下部，不能由命门向上发动升起，会形成淫气，严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。如果晚上睡得过晚，会耗杀阳气；早上起得过晚，会封杀阳气，这叫双杀。因此即使睡晚了，早上5点前也要起，中午补个觉，防止双杀。请你千万不要赖床。如果你听懂了上面的话，并照着做了，你就得到了健康长寿的70%。另外，心态、饮食、及时调理各占1成，唯独睡觉占7成。我们现在经常丢了西瓜、捡芝麻，花了大量的钱财和时间在人力药力上，
殊不知人力药力都不及天力，人在天地之间，只是一粒微尘而已。微尘只有和自然融为一体，才会长生久世。当微尘脱离自然时，就会瞬生瞬灭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也请转发给你身边喜欢熬夜、晚睡晚起的亲人朋友吧，让他们同你一起收获正向的能量，改变自己的运气。